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 Lucy， 专注分享实用的股票投资知识。今天是8月29日，市场复盘来了。Lucy 会用技术面和消息面带你一起拆解行情，看懂资金动向，把握市场节奏。如果你也想抓住下一波机会，记得点击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每一期干货视频你都不会错过。点赞关注，投资路上不迷路。我们马上开始。今天我们同样从两个方面呢来去讲一下美股的一个行情。首先呢，先去分析一下纳指。纳指呢，在这一个过程中啊，是一个微型反弹，我们可以从 K 线上看得出来。现在呢是接近了前方的一个高点。那我们周四的话呢是有直播讲到，越接近高点呢，我们对于股票呢是降仓位的一个处理。接下来，其实 Lucy 也想看到它还能创新高吗？一会儿我们来一起分析一下。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会讲一下热点股票，像特斯拉呀、CRWV。还有英伟达呢是 Lucy 近期跟踪的，还有 OPEN 和 SBET 呢是我们粉丝朋友留言呢想要 Lucy 去分析一下的。如果说 Lucy 的分析是对大家有帮助的，可以在评论区回复888，感谢大家的认可。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纳指的日线走势图。那日线走势图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从它的一个高点21800这个位置呢，新高一路回调，连续7天的一个回调呢，加上本周的一个反弹，就构成了一个微型的一个反弹。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走势呢，在纳指里面啊，它现在处于一个高位。那为什么说是高位呢？因为它现在比较接近于21800这个高点了。那在这个地方呢，其实它低点有去到过21000点这个位置，所以说接近800点的一个空间的一个震荡，算是一个高位的一个这个箱体了。所以接下来我们是逐级分析的，等于说在低点的时候呢，有给大家去分析过啊，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是看到了蓝 K 机构低吸，然后呢，我们随之也去做了低吸。但是这一轮反弹呢，其实它的一个高度呢，我们是逐级的，等于说是在昨天的一根 K 线还攻破了第一个目标位，所以说现在呢，我们要来看的是这个第二个目标点。这个第二个目标点呢，是这个21764.55这个位置，所以说它是实打实的。如果说今天的一根 K 线是阳线的话，突破这样的一个高点的话，那我们还要再去观察3天它能否站稳。因为昨天这一根等于说是星期四的一根 K 线，它的走势呢，等于说是一个高开，然后探底之后的一个回升，所以这一根 K 线比较重要，是因为它是一根阳线。那我们接下来说，它在这个股价的一个变化过程中呢，是维持向上运行的。所以说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本周五呢又是一个收周线和月线同时存在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纳指的话，在这个地方还是比较关键的。如果说我们看到本月能收到一个非常漂亮的月线的话，那今天呢就一定不能在这个位置呢是出现大阴线的。所以说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中画2条线，那这一条上方的这一条线呢，就是我们今天要去参考的一个高点的一个位置是否能被突破，这个呢也是我们今天要去关注的。但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啊，还是 Lucy 要提醒大家一下，因为9月1号的一个日期呢是休息的，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啊，它有3天的一个这个休息日。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如果说你的仓位比较重的话，还是要减一减仓的。那这个呢是对这个上行的一个观点。那如果说在这一个压力位还是会出现调整的话，那我们就要去看一下下方的一个节点在哪里。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把低点和低点连线的话，就得到一个上升三角形的一个下边界。那此前呢 Lucy 给大家讲过，就是这个上升三角形的话，它如果说一旦资金呢不选择突破的话，它有可能会在这个区间里再震荡一下。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要两手准备。我们要知道，有假期的话，有一些资金呢，它还是会提前出来的啊。等到假期过了之后，它才重新的一个买入。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今天的话，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一个仓位的。那这是纳指的一个分析。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对于纳指的一个预判呢，还是比较准确的。那我们其实只是用了参考的一个压力线做一个标准。首先，我们看一下行情播报里面，这个纳指的箱体震荡上行呢，试探过第一目标位21607.45，那能否突破是需要看资金合力的结果。就像我们在这个周四里的直播里讲过，我们是看到了去年12月到今年2月的一个行情，那我们就去做比照了。那第二个目标位呢，就是
就是21764.55这个参考，那接近位置的话是阳线还好，所以昨天呢刚好是个阳线，如果是阴线的话就要高抛了，所以目前的一个仓位呢灵活买卖就可以了。那我们说在这个地方它是一根实打实的一个阳线，所以说要看今天的一个结果，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是把这一波的一个反弹呢是牢牢的抓住了，所以呢这就是纳指啊它的一个运行的一个轨迹，接下来我们就看它是否去突破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特斯拉这一只股票它的一个走势的一个情况。那特斯拉呢，近期 Lucy 呢是跟踪的比较密切的，每一天都会去写它的一个盘前广播。那我们来看一下特斯拉呢，我有在这个过程中啊，去跟大家提到说这个接近高点呢，比较接近于目标位置，就是356.17这个位置。那我们现在呢是不担心的，因为我从周线是看到了它的一个上行的一个走势。那看接下来的走势如何呢？其实彩虹带上方是黄 K， 那 MACD 是绿柱，就是指的这一个黄 K 这两根 MACD 是绿色的柱子，所以说是在零轴上方，我也给大家去讲了，零轴上方是一个强势的一个区域。那356块1毛7这个压力位过掉之后，就是指这个压力位啊，如果说它在这个地方那不出阴线的话，出阳线的话，它有可能还会去试探一下367块7毛1这个位置。如果说过掉了356块1毛7这个地方呢，它下一个目标位前高呢是367块7毛1，但是呢我画的一个位置啊是它的这个阴线的一个开盘价，所以是365块2毛9。那我们采取的一个标准呢，就是用黄 K 被跌破就短暂离场，如果没有就可以继续持有。所以呢，昨天一根 K 线呢，其实这个 K 线呢比较小，但是呢也是要达到标准的话，其实要处理一些，那就看大家是短线还是中长线。如果说短线的话，其实跌破这根黄 K 的话，我们是出场有标准的，跌破了我们就应该去减仓或者卖出啊这个位置。虽然说它在彩虹带的一个上方，但如果说你拿到了这一段波段的话，其实它的一个幅度还是不小的。那它如果说回踩的话，现在我们要知道它这一根阴线要踩到哪里，那你先减仓出来的话，去观察你就没有说太大的一个压力。那如果说你在这个位置减仓的话呢，你就没有说太大的一个心理压力。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去看一下，既然股价已经出现了阴线，那可能有粉丝朋友也问过啊，说你看收盘出了阴线，我也没有办法去交易了。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看它回踩去哪个位置能有一个支撑。因为我们曾经说过，在这个盘前广播里有提到说它过掉了一个三角形的一个上边界，在这个地方呢，它有可能出现突破之后的一个回踩，所以说我们还是以340块这个位置呢为去做一个参考。彩虹带的一个上边界，如果说不能被跌破，或者说你没有我们的一个 AI 系统，你要看340这个位置它能否被跌破。那如果说被跌破的话，那短期肯定它还要出现一个调整。那如果说不会被跌破的话，在这个位置再起来再出阳线的话，我们就可以期待它上方的一个空间了。所以说特斯拉呢，在这个过程其实它的一个股价的一个运行轨迹呢，还算是比较有节奏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还是要以这样的一个它的一个节奏为去做参考。突破之后呢，遇到了上方的一个压力位，它要出现一个调整，那这就是我们说的过压力位之后的一个调整，回踩如果不破的话，再进行上行就是一个好的一个这个走势的一个节奏。那这是对特斯拉的一个分析。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CRWV 这只股票呢，其实 Lucy 最近一直有跟踪，而且呢最近2天的一个走势涨势喜人，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很多财生朋友呢是抓到了这一波的一个涨幅。那这一天的话呢，大概有6%以上的一个涨幅。那昨天呢它也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那我们来回顾一下，其实 CRWV 呢也是我们的一个抄底套餐成功的一个案例。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从8号 K 线开始，那 Lucy 呢就有在盘前广播里有去给大家跟踪，所以呢接下来这个9号 K 线呢是重中之重，因为它在这个地方呢我是做了一个防守，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知道它的一个运行轨迹就是9号 K 线没有跌破 TD9 没有跌破，然后呢出现一个冲高，然后呢拉升，连续2天的一个阳线，那它就稳稳的站上了我们的一个第一个承压互换线，也就是99块5的一个位置。所以说昨天其实呢涨势还算是在 Lucy 的一个预判和分析之内的。
那接下来其实可能有很多我们的财生朋友也好，或者说我们的粉丝朋友也好，那如果说买入了这一只股票，或者说跟着 Lucy 一起呢买了 call option 的话，也想知道它下一步的一个高点在哪里。那我们在这个位置呢去做一下测算。其实大家知道它上一轮的一个反弹呢，其实力度还是不小的，而且呢它阶段性的一个高点148.8呢是上一轮的反弹高点，其实它的一个反弹的一个幅度呢是在61.8%的一个位置反弹的，所以说它的一个这个力度啊可以去做一个参考。那我们来看一下近期呢它的一个走势，在下方呢是有看到了聚宝盆的一个出具形态，但是呢没有看到聪明资金，这个是比较遗憾的一个地方。但是它在这个反弹的过程中一个幅度，我们可以去测算一下，这个位置呢如果说去到38.2的话是108，那如果说再好一点的话50%是116.4，如果再高一点，上一次的一个高点那是61.8%，也就是124元这个位置。那我们向左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什么？看到两根大阴线啊，也就是1号 K 线和2号 K 线。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先遇到的应该是2号 K 线的一个收盘价，也就是最低的这个位置99.5。它现在站稳了之后，我们用到了大阴线战法。所以在这个位置呢，我的一个观点呢，就是它向上要先去看1/2，然后再看顶，而且这个位置呢还有一个缺口存在。所以说我们接下来的一个目标呢，就是以这两个价格呢来去做参考，一个是108，一个是116。当然，如果说能有上一轮的这样的一个反弹的一个走势的话呢，还算是比较喜人的。接下来我们要逐级的一个去观察，那我不能说它一定会反弹到哪个位置，但是我们有持仓的，或者说大家在这个低位看到 Lucy 的一个视频去买了，那你在这个地方呢就要去用到这个移动止盈法。比如说从这个地方呢收盘是102，那到上方的话，它到108的话，你可以减一减仓，然后呢它还能再继续涨的话，到116你再减一减仓，是这样的一个操作思路。所以说呢，我的一个盘前广播呢也有去给大家跟踪。我们来看一下，果然股价没有跌破9号 K 线后出现拉升，我们的抄底套餐再一次成功了。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5根蓝 K 给我的一个底气。昨天呢单日涨幅是6.06%，也就是这一根阳线。那从 K 线形态上呢是由底部钢拐头拉升，第一承压互换线就是99.5这个位置，所以说可以作为第一个目标位置参考。这个聚宝盆呢也在慢慢形成，一旦出现聪明资金流入呢，还会继续上涨。所以说昨天很遗憾还是没有看到这个聪明资金呢，就是在这个位置。但是我们知道它这个位置走了一个圆弧形啊，现在等于说走入了一个右侧。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Lucy 呢也在我的一个这个超级露露粉的一个视频里呢，有跟大家去讲解 call option 的一个买入。那这个呢是 Lucy 的一个交易的一个过程。我们来看一下，我选择的呢是9月5号到期的一个 call 96块钱行权，所以的这个合约呢就是9600就是这个。然后看一下啊，我是在这个大概在4块4毛2这个位置呢去买入的。然后昨天一开盘，等于说它在这个盘前能看到它已经超过100元了，等于说我的合约呢是赚钱的。然后呢，它开盘之后呢，直接上冲到了最高是105。当然我去减仓的一个位置呢是没有达到最高点，我是在104.5块的一个位置呢，我就已经减仓了，因为我当时已经赚了120%。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也是大家可以看到它对应的一个价格呢，大概在10块钱左右。所以大家可以算一下4块4毛2的一个成本到10块钱的话，就是120%。那也就是说8月27号买入的，8月28号开盘我就出掉了。这等于说呢，就是我们用这个期权呢，是完美的去抓到了这样的2天的一个这个阳线。如果说大家想要拿到这个 Lucy 的盘前广播的有粉丝朋友呢想要了解，那 Lucy 呢也给大家去说一下，就是我们财生频道的盘前广播呢会写到我近期跟踪的股票机会和交易思路。如果说咱们是新订阅的粉丝朋友们，那你们有整整15天的一个体验期，如果说现在还没有拿到这样的一个独家资讯的话，赶紧去找我的助教老师领取。那第二个福利呢，就是说刚刚 Lucy 讲到 CRWV 的一个期权的一个分析，其实是在我的一个
超级露露粉的一个铁粉视频里面，这一天就是2天前有给大家去讲到它的一个这个交易机会。那么这里边呢有我的一个期权的教学的一个视频，大家喜欢做期权，想要看到 Lucy 的教学视频和期权的一个实战的一个交易方法，你可以点击 YouTube 主页上面的一个这个加入，那成为 Lucy 的超级露露粉。那加入铁粉的话呢，在盘前广播里啊 Lucy 还会再给大家去增加30天的一个体验。那么这样的一个2份福利呢，大家可以戳下方置顶的一个链接，找到 Lucy 的助教老师，那么给他发送15呢就是我们的一个体验期，那么可以去领取这样的一个大礼包啊。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英伟达的日线走势图。那英伟达的话呢，在这个轮过程中，其实它还是比较引人注目的。等于说在这2天的时候呢，其实有一些资金呢去交易它的一个财报，但是财报出来呢，其实你说符合预期呢，它也符合，但是也有说不符合未来的一些这个发展方向的。所以说其实资金呢是有一些争议的，我们在 K 线里面也能看得到资金的一个争议。如果说咱们的粉丝朋友跟踪了 Lucy 的一个视频的话，就会知道，其实呢，我之前跟大家说过，我们不看这个机构呢，它分析说这个英伟达目标价到底是多少。那它给到的是194，我也要看一下它的一个 K 线是什么情况。那我们要看机构做了什么，所以在机构呢，在这个过程中啊，我一直有一个参考价位是182.9块这个地方，我画了一条线之后呢，发现连续2天呢它没有突破，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呢，其实它的一个压力呢是真实存在的，也就是说多方资金呢，它现在还没有想要去买这个英伟达的一个动向，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呢，其实没有从这个 K 线上去突破的话，我们就要去谨慎了。因为英伟达它这一根等于说这一根 K 线呢是像螺旋桨一样，向上和向下呢都是有资金的，所以说分歧过于加大了。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它越靠近高点的时候，对于我们来说呢，越是一个减仓的一个位置。那接下来呢，如果说英伟达它在这个地方不能向上突破的话，它向下的话，我们等于这么大一根 K 线就可能会把这个彩虹带由这个多方带转变成空方带了。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谨慎，它能否创新高的话，这个是市场的一个资金说了算。那我们接下来再去预判一下它后续的一个走势。你像 MACD 呢，我之前给大家讲过，现在还没有金叉，它能不能出金叉还不一定，所以这个过程我们要去看一下60分钟的一个走势图。那这一张图表呢是60分钟，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它昨天高点呢是有冲高之后，第1个小时啊就已经出现冲高，但是回落了，这是第1个小时之后呢，大家也看到了分时图呢最低它达到了177的一个位置，接下来呢它出现反弹，但是反弹的话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趋势就从多方变成了一个空方，也就是说60分钟现在是一个空方的一个走势。我们知道 K 线如果说反抽到了中轴之后呢，它就会出现一个下降的一个走势，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加它的 MACD 是向下的，包括我们的龙头引力呢也稍微出现了3彩童子。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其实如果说共振的话，英伟达它在这个位置呢就有一点点危险了啊。这个呢就是英伟达的一个分析。接下来啊，我们来看一下粉丝朋友呢想让 Lucy 去分析一下 Open 这个过程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个 K 线它还算是实体比较大的。那我在这个期权的一个排行榜里面，成交额也能经常看到这只股票的身影。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它最近出现了什么情况？它在这样的一个9号 K 线之后呢，冲高回落，这一个上影线还是比较长的。那我在这个位置呢，其实也有粉丝朋友和财生朋友来问我，那我会给大家画一条线，就是这一个位置，大家会发现近4天它有一个地方这条黄线，它就一直没有突破。那大家知道这一条黄线的一个来源在哪里？我们向左看的话，是在之前的一个它下跌过程中留下的一个压力位。所以说连续4天的没有突破的话呢，其实资金就选择了一个回调。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知道为什么叫它回调，是因为它现在是在一个多方带，所以回调的话等于说在某一个位置呢是有支撑的。但是现在呢，我想请大家去注意一下它的一个灵活性。大家看到这样的筹码峰是没有太多有信仰的资金，也就是说全部都是5天以内的这个灵活资金，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是没有长期资金再去托底的。
我们对于这只股票的一个交易呢，就一定要去做一个短线，而且是超短线的一个交易。那它现在我们来回看一下它的一个这个回调的一个位置。首先我们知道它在这个过程中是拉升了一波之后呢，遇到压力之后回调了。它的一个回调幅度呢，大家知道它在这个位置呢有蓝 K， 也就等于说它是一个机构低吸。那它回调的位置呢，我给大家说一下，是 38.1% 这个位置，所以说它回调的一个幅度还是比较深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波的话，它从高点呢出现了一个回调，我们看到了它的一个机构成本线呢是在这个位置，等于说上一次回调的一个区间呢是在这样的一个位置。那我们知道这个位置是哪里呢？其实用黄金分割的话来去测算，上一次回调的一个点是 38.2% 的一个位置，所以说我们知道这一只股票它的一个股性就是 38.2%， 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回调之后呢，它没有出现死叉，也没有出现彩虹带的一个变字，出现了什么？出现了一个止跌信号。所以我们知道啊，我们讲过的这个课程，那你出现这样的一个 K 线加上这个红柱呢慢慢缩短，其实它就出现了一波反弹。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近期它拉升的一个高点之后的一个回调，那我们再来做一次黄金分割的一个测算，那我们会看到呢 38.2 2.5块这个位置，所以说我们知道这个位置可能会相对来说低一些，但是我们要去逐级看，比较重要的点呢是3块7毛8 61.8%， 然后呢 50% 3块1毛4这个位置，所以说它是逐级的。那它在这个地方如果是一直是阴线的话，那大家肯定不能去参与了，除非在我们的彩虹带附近出现这样的组合，那等于说我们对这样的一只股票就要短线操作。什么意思呢？就是7和8这个地方，如果说你看到了，那你在盘中可以去买，等于说超过这个位置你可以去买，然后第二天9号 K 线你可以卖掉。我们不说极致的卖在最高点，我们9号 K 线可以卖掉。如果说它回调下来的话，在彩虹带附近，不管是它的一个边界上边界也好，还是中轴位置，都对应的是什么？一个是这个 61.8%， 一个是 50%。所以说这只股票呢，我们的一个操作思路就是要等到这样的止跌信号出现之后，你再去买。这个呢就是对Open 的分析。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SBET。 那 SBET 的话呢，最近啊它的一个这个走势呢也是窄幅震荡，所以说对比照之前它的一个拉升和回调的话，其实近期呢它的一个幅度大家会看到它的反弹下跌反弹，然后下跌然后再反弹的一个幅度呢会变小，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它终究会汇聚到一个点，那这个点呢就是在选方向的一个点。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它的一个防守位置要设在哪里，因为它现在是阴线，所以我们要去看它的一个防守位置。那防守位置的话呢，其实我们能看到两组线，第一组就是它的机构低吸在这个位置，第二组呢是在这儿3根 K 线。那我们看到其实呢它的区间会在这样的一个区间，所以大家知道它的机构成本呢都在这一个大概是20块左右的一个位置。说我们防守的话，如果你是这个比较激进的，你可以把这个防守位放在这个位置，就是这一根蓝 K 的一个低点。那如果说它跌破了的话，向下再出现阴线，那你肯定要减仓或者止损出来。那我们再要去看等它的一个这个抄底套餐出现。那如果说它这个位置没有跌破，出现阳线拉升的话，那我们就知道机构成本线在这个地方呢是有了一个支撑。所以说近期呢 SBET 的话，在本周或者在下周的话，它要选择一个方向继续的一个下跌的话呢，那我们肯定要止损先出来。如果说拉升的话，它在这个位置出止跌信号的话，那你可以再去跟进。还是一样的，我们去看筹码峰的话，我们没有看到一些长期资金的一个动作，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还是要用一个超短线来去交易。超短线的话呢，我们可以去看一下30分钟或者说5分钟啊，你能 hold 得住的话5分钟也可以。那超短线就是1天到2天的一个时间就可以了啊。这个是 SBET 的一个分析。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喽，拜拜。